小姐，大小姐，您别跑啊！5年了，我们终于找到您了。你认错人了。没有错，您是我晚星集团的总裁。这5年，顾总和您2把3把，一直在找您呢。没想到您竟然在江城受这种苦。婉婉，那个许知野根本不是什么好男人，他之所以跟你在一起，无非就是看中你的钱。婉婉，你是我们3个捧在手心里长大的，我们不会害你的。听2爸一句劝啊，跟他分手。你要是执意跟那个穷小子走，就别认我们这3个罢了。许知远根本不清楚我的身份，他爱的就是我这个人，我自己的路我自己走，不就要嫁给他。婉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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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婉婉。我爸他们同意我的婚事了？当然同意了，您可是他们3位的亲家儿，要是再找不到你，那京城的天都要被他们捅破了。小陈，怎么了？妈妈，你在哪儿啊？爸爸今天过生日，在江城饭庄办酒席的，你怎么还不来？老公不是说最近公司不景气要加班，不办生日了吗？小陈乖，我马上过去啊。啊，林副总，今天我老公过生日，这样你以晚星集团的名义收购江城饭庄，升级为总统大厅，还有去江城拍卖行把他们的镇店之宝买下来，给我老公当礼物正好。那可不行，这可是世界限量版的，只有3款，那怎么行？我老公最近总加班，太辛苦，现在有钱了，自然要好好犒劳犒劳他才行。这……啊，那个，我爸他们要是有时间，可以过来看看。我现在过得挺好的。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您的订单即将超时，我要超时了，你帮忙给我送过来啊！好。哎，对，记得低调，千万别暴露我的身份，我想自己告诉他们。啊，顾总您慢点，注意安全。哎呀，太好了，终于找到了。哎呀，我得告诉老总一声。3位老总啊，顾总啊，找到了，就在江城。他呀，还邀请你们参加她丈夫的生日宴呢。顾董，针对上次的意见，我们做出以下的调整。首先，在销售板块，我们会根据找到大小姐了，增添一项体验，让会议择期，我去接女儿。哎，苏总，哎，苏总来了，我可以耽误您几分钟采访一下吗？我真苏总，请问您下一步回答一下吧。苏总，说2句吧，苏总。快，给我准备飞机，我去接女儿。啊，多长时间？知道了消息。女儿，3爸这就来接你。哎呀，好久不见啊！哎，张总你也来了。徐总，生日快乐呀！这么大排场，听说今天有双喜临门。没错，是我给我爱人的惊喜。都说娶妻娶贤，这要选对了人，这未来许老板的小日子那可是蒸蒸日上啊！知也能有今天啊，多亏有一个好的贤内助。对，哥，我听说这个总统大厅是嫂子给你升旗的，平时对我都不开放的，都只接待京城来的大人物，这可是城主级别的待遇哦。你嫂子就是低调，这个可是京城来的林副总亲自安排的，还把江城的饭庄都给收购了啊，厉害着了。可真有实力。是啊，你给他准备惊喜，他给你准备惊喜，你俩可真是双向奔赴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快把我的好儿媳迎进来。各位尊贵的来宾，感谢大家莅临许知远先生的生日晚宴。在此，许总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与各位分享。哎呀，还好赶上了。许总要在今天向这些年为许家任劳任怨，帮许总步步高升的贤内助正式求婚。好，原来这也是要给我补办求婚仪式，怪不得瞒着我。还好我让林副总提前升级了大厅，还准备了礼物。哪来的送外卖的？回这儿！让我们掌声欢迎许总的挚爱苏柔雪小姐。让我们掌声欢迎许总的挚爱苏柔雪小姐。
柔雪，嫁给我好吗？只有你才能跟我共度一生。嫁给他！嫁给他！好，嫁给他！嫁给他！之言，我愿意。好。好哎，好啊！我为你精心布置求婚，没想到你帮我升级了总统大厅。我发誓，我这辈子不会负你。我从京城来的匆忙，就只能用这个给你做生日礼物了。小雪不愧是京城来的大小姐，出手就是大气。放开！老公，妈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苏柔雪是谁？放肆！小雪的大名也是你能直呼的吗？谁让你来的？我让我妈妈来的。爸爸过生日，当然要告诉妈妈了。你妈妈现在这样，怎么配站在总统大厅？这不是丢我们许家的脸吗？你不是在送外卖吗？来这儿干什么呀？老公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我还给你带了礼物，但是他是谁啊？之言，姐姐是不是误会了什么呀？都怪我。哎，别怕，你看不懂吗？今天不仅是我的生日，更是我向小雪求婚的日子。老公，你别开玩笑了，我们结婚的时候连婚纱照都没有拍，你一定是为了弥补我才举办的这一切，对不对？你看我还给你带了礼物。够了，你就不明白吗？我根本就不爱你，我爱的是苏柔雪。我爱的是苏柔雪。许之言，我们还没离婚，你这是重婚。重婚？我早就准备好了。签了它，净身出户。许之言，当初你不是拉着我的手，亲口跟我说永不负我吗？来，我敬你。来，哎，我们也干一个。哎，来，李总，不用起，我来。顾总，哎，我们也喝一个。哎，好。我干了，来。顾总，怎么样？咱们这项目能不能签？签了。许之言，你媳妇儿可真是女中豪杰啊，够爽快，就冲咱弟妹这诚意，这项目我们签了。来，签。哎，好。哎，老板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老婆，辛苦你了。等我们以后赚了大钱，不会再让你这么辛苦，一定会让你过上好日子的。我发誓，永不负你。永不负你？你凭什么呀？不能离婚，她才是我妈妈，我不要那个坏女人。哎呀，小陈，你还小，你不知道，你爸爸妈妈继续在一起，只会影响爸爸的事业。只有小雪妈妈，才能给你更好的生活，更幸福。我不要钱，我只要妈妈。不要钱，那你就只能跟你妈去喝西北风了。你生的儿子，跟你一样，没有见过世面。顾婉婉，我告诉你，京城来的林副总裁通知我了，今天晚上晚星集团的老总会来参加我的生日宴。这可是京城数一数二的大集团。从今以后，我一定会平步青云，而你呢，只会拖我后腿。姐姐，你要是真心爱之言，就快离开他吧。之言需要的是一个可以和他并肩的女人，而不是一个只会送外卖的黄脸婆。苏
外卖，是因为志野说公司不景气，让我帮忙补贴家用，我用自己的双手赚钱，我不比你们任何人差。志野，难道我们之间的感情还要用金钱和背景来衡量吗？是啊，你要怪啊，就只能怪你自己没有本事，对我们许家毫无贡献。我毫无贡献？不然呢？就你外卖赚的那点钱，够谁花的？钱、家庭背景、学历，你哪一样能比得过小雪？你凭什么跟我谈贡献？志野，旭远科技初创之时，是谁没日没夜的帮你整理资料、拉拢人脉，拿出所有的私房钱帮你渡过难关？又是谁赚钱供你读最贵的艺术学校，花钱给你投资，圆你的明星梦？妈，你身上的这身旗袍，脖子上的金链子，平时吃的补品，家里大大小小的开销，哪一样不是我精打细算、省吃俭用、一手操持的？你们享受着这一切，转过来说我毫无贡献，你们有没有良心？哎呦，行了，这些家庭主妇做的一些琐事，还能摆在台面上说啊？何况那都是你自愿的，自己没能力，只能做这些。你还吃我们住我们的，这些还不够吗？顾婉婉，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拿上这个离婚协议，给我滚出去，否则你别怪我对你动手。给我滚！嫌我没本事？好，你知不知道今天你的生日会是谁为你举办的？林副总打电话说那个回来参加的万兴集团的总裁又是谁？你不会是要说这个总统大厅还有收购的饭庄都是你一手安排的吧？哥，他不会是想说晚兴集团的总裁是他自己吧？名字里带一个晚字，就想碰瓷晚兴集团。那我名字里带个天字，是不是可以当天后啊？是我安排的，这些都是我给你准备的礼物。志野，我爸爸他们已经认可你了，你现在想要的前途我都能给你的。行了，顾婉婉，你的这些说辞我听了5年了，就你那个有钱老爸的故事，你要编到什么时候才能完啊？我的耳朵都出茧子了。就是，当初还以为你是什么落难的千金大小姐才娶了你，结果就是无父无母、来路不明的孤儿，还在我们许家骗吃骗喝这么多年。要不是我哥心善，早就把你赶出去了。他我们许家是收容所啊。妈妈，就算你没有钱，小陈也宁愿永远和你在一起。小陈长大了，赚钱养你。小陈乖，妈妈不用你养，妈妈有很多很多钱，你的老爷们也都富可敌国。够了，你是不是送外卖跟那些三教九流的人在一起接触久了？你现在撒些谎来连眼皮子都不眨，我们许家真是瞎了眼，怎么就找了你这么个丢人现眼的东西进门？顾婉婉，我告诉你，今天这宴会厅是小雪托关系给我升级的，而且那个大集团的总裁是他的故交，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志野，别这么说姐姐，他呀只是不愿意认清现实罢了。看看，这才是真千金的气度。小雪嫂子背靠京城3大家族，身份无比尊贵，比你这样无父无母、一无是处的人简直强了100倍、1000倍。总统大厅明明是我让林副总升级的，背靠3大家族的人也是我。京城从没听说过苏柔雪这个人，怎么可能和我是故交？他撒谎，京城根本就没有苏柔雪这号人物，那都是我给你的。都怪我碍了姐姐的眼，要是姐姐真的想要我的礼物，那就当是她送你的吧。顾婉婉，你凭什么诬赖小雪呀？就你这个没有背景的孤儿，你懂什么呀？你们都被骗了！我看你啊，就是拿不出什么好的礼物，就想小雪嫂子的撑场面。就是，连给我儿子买个礼物都舍不得花钱，拿个破外卖袋子，丢死人了！要是妈妈有好的礼物，爸爸是不是就能看得起妈妈，不离婚了？爸爸，我替妈妈给你送礼物，你能不能告诉奶奶和姑姑，不要再骂妈妈了，大家和好好不好？顾婉婉，这个不是我妈买给小陈的吗？
你现在让小陈拿这个送给我来当贺礼，看来你平时没少教孩子偷我们许家的东西啊！爸爸，不是这样的。看看你教出来的好儿子，自己丢人就算了，还把孩子教成这副小偷小摸、上不得台面的样子，在这么多客人面前把我们许家里都丢光了。之言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把小陈教成这副样子。我们的儿子必定更优秀。你走开！你这个坏人！哎，小陈，把玉佩收好，他不配收妈妈的礼物，也不配收你的礼物。顾婉婉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是我太蠢了，以为你爱我，以为我们是一家人。许之言，你不是看不起我送的礼物吗？我告诉你，这个生日礼物除了我之外，没人送得起。好大的口气！一个送外卖的能拿出什么好东西？就是，难不成是江城拍卖行的镇馆之宝？那可是城主也买不起的礼物啊！你说对了，我的礼物就是江城拍卖会的镇馆之宝，全球限量仅有3个的劳力伦氏手表。劳力伦氏啊，就是那个曾经炒到1个亿都不卖的顶级手表啊！我的这个礼物，江城仅此一件，你们还敢说我骗人吗？你们不会真信了吧？上亿的东西谁会放在外卖袋里呢？更何况城主都买不到的，你什么身份敢在这里掰扯？就是，这市面上可有不少仿品呢。这块劳力伦氏手表全球限量3块，1块在米国首富手里，1块在我父亲手上，都是身份尊贵的人。可姐姐你，更别提是用外卖袋子装着。呸！拿个地摊货来充数，你当我们是瞎子吗？顾婉婉，收起你的袋子，还嫌不够丢人吗？我骑车过来拎着这个袋子，方便又安全，跟真假有什么关系？我这里还有证书，不信你看。哎呀，够了！这种下贱地方出来的脏东西，也配戴在我的身上？啊！不要！这个手表材质特殊，镶嵌工艺独一无二，全国仅剩这一件。你还想跟我们算账不成？就这破东西值几个钱？10块还是20？赔你100够不够啊？那是不是真的呀？真是好笑吧？来碰瓷儿的吧？就是啊，赔，把你们全部加起来也赔不起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个总统大厅是我让林副总升级的，晚星集团也是我的。我当初只是跟家里闹掰了，离家出走，等我爸爸他们来了。妈妈，在我的生日宴会上，我不允许你胡说八道，丢人现眼。和你离婚，跟小雪求婚，是我这辈子做的最对的一件事情。我发誓，和你永不负你。跟小雪求婚，是我这辈子做的最对的一件事情。林副总，林副总，顾婉婉，你还在演戏，你还雇人装。大小姐怎么还不接电话？3位老总好不容易才找到她，还都在赶来的路上，可千万不能在这关键时刻出什么事儿啊！我已经上飞机了，林副总，务必保证婉婉的行踪和安全。我会背着厚礼去见婉婉，要是让我看到她过得不好，我就掀翻江城。调动江城的人脉，在我们来之前满足婉婉的一切需求。喂，王总，我们顾总的电话突然打不通了，你赶紧带人去核实一下。要是顾总有什么闪失，你在江城就别想混了。哎，是，林副总您放心，我这就带人过去。好不容易攀上晚星集团的顾总，我要好好表现表现。快，跟我去总统厅，谁敢碰顾总一根头发，我废了他！是。顾婉婉，你为了演戏，还真找人配合你装上流社会了。
这不是演戏。行了，别装了，亏得我呀，这些年好声好气的跟你过日子，但赶不上啊，你会装。你不就是离婚净身出户，再想多讹点钱吗？还冠冕堂皇的拿着这些破东西跟我装深沉编故事。拿钱。我告诉你，我赔得起。哼，你5年的青春费够不够啊？哼，你给我妹这些年偷的学费还给你，够不够啊？还有你伺候我妈这么多年的保姆钱，够不够啊？你这个坏蛋，拿走你的臭钱，不许打我妈妈！走开！一边去！哎呦，我突然给忘了，还有你生的这个蠢儿子，生育费、育儿费。这些钱够不够你滚出我们许家？许知言，你混蛋！你可以对我动手，但他是你儿子。哎呦，我哪知道是不是你在外面跟哪个野男人生出的野种呢？我可生不出这么愚蠢的种。许知言，你无耻！我无耻哪有你下贱呀？拿上这些钱，带着你儿子一起滚！这种吃里扒外的东西，我们许家不要。我们许家不要。许知言，为了你，我离家出走，隐姓埋名，我放弃一切陪你吃出租屋吃泡面，我陪你应酬喝到胃出血，我把我所有的私房钱、所有的人脉都给了你。妈妈，你就是这么对我的？在你眼里，我5年的付出就是图你这点破钱吗？当然了，顾婉婉，我告诉你，你就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孤儿。这些年没有我许家收留你，赏你口饭吃，现在你都不知道在哪里要饭呢。你当初嫁给我儿子，不也是看中他是个潜力股吗？亏我们以为你编出来的富豪父亲能给我们家点助力，结果屁都没有，白让我儿子跟你吃了这么多年的苦。知言要是早点遇到我，有我们家的支持，也许啊，这回早就是江城首富了。哼，没错，我告诉你，你别以为自己很伟大，我这辈子做的最错的一件事情就是娶了你。哼，许知言，你无耻！没有我，以你的能力，许愿科技根本撑不到现在。你求着我退出公司，让我安心照顾家里，没想到你从一开始就是想要架空我、踢开我，好赢取他所有血。是又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我许氏科技这些年赚的所有的钱，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还有，识相的就捡起这些钱，带着他给我滚蛋！让我滚！许知言，你会后悔的。后悔？我现在赶走你这个丧门星，迎娶小雪这个贤内助，是我这辈子做的最对的事情，我绝对不会后悔。识相的，赶紧捡起这些钱，带走这个瘟神，一起滚蛋，否则我对你不客气。你再也不是我爸爸了。滚开！养不熟的白眼狼，给我一起滚！以后你永远不是我们许家的孙子了。要滚也是你们滚。这总统大厅是我定的，江城饭庄也是我的产业。林副总来了之后，我要亲口告诉他，你们许家是多么的卑鄙、无耻、忘恩负义。你许知言从我这里得到的一切，都要给我还回来。你这个毒妇，你想毁了我儿子！贱人，就凭你想破坏我的好事，净嘴不吃罚酒，我让你告状！住手！住手！把东西放下！谁给你的胆子敢在总统大厅动武啊？
谁让你进来了？这是我们的家事。妈，王总，你好，我是许衍科技的许之言，我们之前在工会上是见过的。这不是江城拍卖行的镇馆之宝劳力轮饰吗？这是送给晚星集团总裁的礼物，谁弄坏的？王总，你搞错了，这只不过是街边价值20块钱的仿货。是啊，王总，如果它是真的拍品，怎么可能会放在一个外卖袋子里呢？我管你用什么装的，这块表我观摩过不下10次，它的细节和工艺我最清楚，这个就是货真价实的正品。怎么回事？难道他说的都是真的？怎么可能？他就是个送外卖的，怎么可能会是晚星集团的总裁啊？什么？晚星集团总裁？哪儿呢？人呢？他在……您怎么在这儿啊？王总，你亲自来给大家说说，我到底是谁？哎呦，没想到您在这儿！您来之前怎么不提前跟我打个招呼啊？苏小姐，您还记得我吗？我有幸在京城苏家的宴会上见过您一面，您就是苏家的大小姐是吧？对啊，王总好记性。不过我这次来江城，主要是为了见我的未婚夫许之言，想低调一些，所以没有叨扰您。哎呀，许总啊，原来您就是苏小姐的未婚夫，真是郎才女貌，恭喜恭喜啊！那是，我们之眼和小雪呀，是命中注定的缘分。王总客气了，只是没有想到有人居然敢冒充晚星集团的总裁，还拿总裁的手表故意破坏我的求婚宴。有这事儿？林副总可是亲自交代我，要我好好照顾顾总。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冒充顾总啊？王总，就是他，顾婉婉。原来是个送外卖的，不如借着他讨好一下苏家大小姐，还能在顾总那儿博个好名声。我说呢，拍卖行那边明明亲自派人把礼物送到前台给顾总，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？合着被你偷了？你好大的胆子呀！你胡说什么？你不认识我吗？我是顾婉婉。你不认识我吗？我是顾婉婉。你一个送外卖的，什么身份也配让我认识你？在座的都是江城有头有脸的人物，没人点你的破外卖，谁给他放进来捣乱的？顾婉婉，这就是现实。你和我本身就是两个世界的人，就算你编造故事吹破天，想要博取我的同情，你最后永远都高攀不起我现在的高度。就是，还想跟小雪嫂子比，人家可是京城来的名媛，走到哪儿都有人认识她，敬着她。你一个送外卖的，谁会有心思记住你是谁啊？姐姐，我知道你心里不平衡，但我没想到你为了撑场面，连给晚星集团总裁准备的手表都敢偷。这块手表全球只有3块，你怎么赔得起啊？你胡说，我妈妈才不会偷东西。王德海，你说我不配让你认识。收购江城饭庄的最终方案是我敲定的，让你保留管理权，成为饭庄的第3大股东，也是我亲自批准的。你怎么知道我？因为我就是晚星集团的总裁，你现在的顶头上司。不信，就把你的合同打开，看一看白纸黑字写的是不是我顾婉婉的名字。放屁！你一个送外卖！好，我今天就拆穿你的谎言。来，把合同给我拿过来。今天就让你好好看看这里是谁。看清楚了，白纸黑字，晚星集团总裁代理林峰。你以为晚星集团收购我这个饭庄需要总裁亲自签字吗？怎么会？
我要离开一段时间，林副总，晚信集团以后就靠你了。差点忘了，我签了全权委托书给林副总，这5年集团事务都是他代理签字。今天他打电话问我，也不过是口头确认。爸爸他们更是为了保护我，封锁了我失踪的消息。我就说，差点被这个贱丫头给唬住了。吹牛吹大发，被人揭穿了吧？真的是可笑至极。别以为跟顾总一个姓氏就能在这儿碰瓷儿了。顾婉婉，你就别在这里闹笑话了。以你的眼界，以你的学识，根本就不配站在我的边上。现在，赶紧捡起这些钱，带着你的儿子给我滚出这里！不是的，林副总只是帮我代理。行了，别演了。的确，江城公司被收购之后，我确实是第3股东。我这就登录公司系统，好好看看晚星集团总裁的尊姓大名，省得什么阿猫阿狗的，仗着一个姓氏就冒充顾总，诋毁顾总声誉。好，正合我意。王德海，那你就睁大眼睛好好看清楚了。晚星集团总裁的尊姓大名，顾婉婉。顾婉，怎么样，王德海，写的是不是顾婉婉这3个字呢？这，我的权限不足，仅只差1个字。这人和总裁的信息如此吻合，难道这个星号真的代表婉字？他就是顾总，不然他怎么会知道我是第3大股东？这件事还没对外公布呢。哎呦，顾总啊！慢着，王总啊，你可千万别被他的演技给骗了。我们许家就是被他编造出来的背景，整整骗了5年啊！许知燕，你胡说什么？难道不是吗？如果你真的是京城来的大小姐，为何5年来你的家人没有来找过你？我和晚星集团是故交，我可从未听说过顾总已结婚生子，更别提还有一个这么大的孩子。姐姐，如果你真的是身家千亿的总裁，为何5年来在江城风吹日晒的送外卖，放着偌大的集团不管，跑来江城作践自己？顾婉婉，编不下去了吧？对呀，晚星集团总裁何等身份，坐镇京城多年，从未爆出过婚讯，更别提有孩子了，怎么可能是你？你一定是送外卖的时候窃听了我们的机密，冒充顾总诈骗。我是放弃了京城的一切，隐姓埋名，选择了许知远。为了他，我宁愿放弃总裁的身份，甘愿做一个普通的外卖员。我爸爸们说的对，是我太傻，是我错。妈妈，你真的是为了爸爸不当总裁才来过苦日子吗？是，妈妈当时太傻太天真了，为了所谓的爱情放弃了一切。妈妈不哭不哭，小陈永远陪着你。小陈，妈妈是后悔为他放弃了一切，但是妈妈从来没有后悔生下你。够了，别在这儿演什么母子情深的苦情戏码了，看着就让人恶心。顾婉婉，别博取儿子的同情来掩盖你欺骗的事实。姐姐，承认你自己是一个普通人就这么难吗？我和知言是真心相爱的，谁也动摇不了。你何必为了挽回知言，撒这种会被拆穿的谎言呢？就是你连给苏小姐提鞋都不配，还配和她抢男人？照我看啊，你才是那个阻碍他们2个在一起的小三儿。王德海，是我看走了眼，我以为你是一个聪明的商人，没想到你趋炎附势，眼盲心瞎，跟这群忘恩负义的东西没有什么区别。等林副总来了，我立刻就取消你的股东身份，从此往后你别想跟晚信集团有任何合作。哎呦喂，好可怕呀！顾总要开除我们王总呢。开除我，取消合作，顾大总裁好大的威风啊！有本事你现在就开除我！王总，顾婉婉连手机都没有，怎么开除你啊？您就别为难他了，他都憋不下去了。
哎呦，我们尊贵的顾总连个手机都没有啊！这个都碎了吧？来，用我的，把你总裁的账号登录上，让我看看你是怎么把我这个股东给开除掉的。你这个坏蛋！我妈妈马上开除你，看你以后还怎么欺负人！果然，蠢货生出来的还是蠢货。徐总啊，您可真是及时止损。我看苏小姐就是您的福星。顾婉婉，别垂死挣扎，现在立刻为了你的谎言，给王总和我们所有人道歉，承认自己是一个虚荣的骗子。姐姐，快道歉吧，大家也许念在旧情，会对您网开一面。王德海，我满足你，我已经提交了申请，解除你的一切职务，看清楚上面的发起人是谁。妈的，敢耍老子！你说什么？顾总的账号被异常登录了。由于顾总5年没有登录过账号，安全部门检测到对方进行高权限操作后，立刻强制退出了账号。我们担心是黑客想要窃取公司机密。你赶紧去核实一下，看看都进行了什么操作。大小姐一直不接电话，账号现在还异常登录，难道真的出事了？哎，师傅，赶紧快一点！妈妈，你好好看看。怎么可能？我没点退出。妈妈，你没事吧？还开除我？你信不信我一个电话就能让你被全江城的外卖公司拉黑，让你这辈子都找不到工作？冒充顾总，还偷顾总的礼物，这块劳力伦士手表价值1个亿，你送10辈子外卖也赔不起。儿子，1亿的手表啊，我们倾家荡产也赔不起啊，还会因此得罪那位真正的顾总。马上和这个丧门星离婚，可别连累我们。就是啊，哥，今天是你和小雪嫂子的求婚宴，是大喜的日子，一定不能让他破坏了。直言，没关系，我就是怕这件事传出去，被顾总误会，是我们许家故意纵容婉婉姐偷窃她的礼物，败坏她的名声，到时候就不只是赔钱这么简单了。顾婉婉，这手表是你自己砸的，你自己负责。这几年真是瞎了眼了，怎么能娶上你这个丧门星？离婚，立刻离婚！那表明明是爸爸要抢，自己打碎的。给我闭嘴！你这个小白眼狼，你妈就是一个骗子，她骗了我的感情，骗了我的钱，还想骗我的事业。因为她，我和小雪这几年才不能在一起，还背上了2婚的标签。所以，这么些年，你假装是一个好老公，你假装是一个好婆婆，而你假装跟我如亲姐妹一般，就是把我当做一个廉价的工具人，给你们许家做牛做马，铺路垫脚。我做了这么多，付出了这么多，妈妈，在你们眼里，我还是那个毫无背景、一无是处的家庭主妇是吗？不然呢？你一无所有，除了能干这些粗活累活，你还能做什么？本来你安分守己不惹事，我们装装样子也就算了，但是你现在惹到的是晚星集团的顾总，你想死不要拉着我们全家人陪葬。顾婉婉，人要有认知啊，你对我们许家的那一点贡献微不足道，是我们许家给了你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，才没有让你流落街头。徐总说的对啊，这种又穷又疯的女人沾上了就是一身腥，可别让她耽误了你和苏小姐的大好前程。对对对，妈妈。看看你现在这副狼狈的样子，真是可怜了。实话告诉你吧，我和之言早就好上了。应该是你怀小陈的时候吧？什么？我啊，就是看你快把他扶持起来，脏活累活你全干完了，正好我接盘一个前途无量的男人，这些年辛苦你，替我把之眼照顾得这么好。我们离婚之前，你就是第三者，我不要的垃圾，也乖乖等我离婚后再捡。之言，
顾婉婉，小雪好心给你钱，你居然还打她！够了，我现在不想跟你这个疯婆子多纠缠。离婚协议签了它，净身出户，我们两个好聚好散。净身出户，徐志远，婚内出轨的是你，该净身出户滚出这个家的人也应该是你。还有你，王德海，就算账号退出，开除你的申请我已经提交了，不久之后你就会收到人事变动通知，到时候你就会知道，我顾婉婉就是婉欣集团的总裁。冒充顾总上瘾了是吧？徐总，这种满口谎言诋毁顾总清誉的疯子，你再不及时止损，恐怕要引火上身了。顾婉婉，我现在和小雪要跻身上流，你不要害我得罪顾总，毁了我的大好前程。不许欺负我妈妈，你走开！走开！许志远，你敢动小陈，我绝对不会签。不签？哼！我有的是办法让你签。妈妈，过来！放开！放开我！放开！妈妈不要签！放开我！别动，再动打你啊！放开！妈妈，不要！顾婉婉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俩再无瓜葛。喂，什么事儿？我被开除了。是，对不起。王总真的被开除了？难道这个顾婉婉真的是婉欣集团的总裁？这回许家可惨了。妈妈不疼，晨晨给你呼呼。所以你现在相信我是？姐，妈妈，说刚才你怎么那么嚣张？原来是在我手机里植入了病毒。公司的安全部门已经介入，你所谓的开除已经被技术部门紧急撤销了，还想开除我？做梦！妈妈，是病毒，是我。够了！你玩这种肮脏的手段，害我在公司里丢尽了脸面。我现在给你最后一个机会，现在立刻给我跪下，承认你是一个虚荣下贱的女人，然后给我磕10个响头，直到我满意为止。否则，今天你和你的孩子横着出这个门！你敢？王德海，我的道歉你受得住吗？顾婉婉，你别不知好歹啊，赶紧道歉！妈妈，小陈不怕。王总，您放心，这份离婚协议啊，只要按下手印，立即生效。从此刻开始，他顾婉婉跟我们许家没有任何的瓜葛，要打要杀，全凭您王总发落。是啊，王总，我们以后的合作还多着呢，可别因此伤了感情。好，那我今天就替你们好好管教管教这个不知好歹的贱人。来人，你要干什么？今天是我王德海正式以股东身份和婉星集团合作的第1天，我要是连这个女人都管教不好，还怎么面对林副总？就是，刚才让你拿着钱滚蛋，你不听，现在想走，晚了。把门给我看好了，一只苍蝇也不准放进来。是。今天就算天王老子来了也救不了你，把他给我按住。我根本救不了妈妈，不行，必须想办法。是的。要找人救妈妈。林副总。哎，林副总啊，哎，对，我们已经落地了。礼物已经先行送到了饭庄，但是给婉婉打电话，她还是不接呀，是不是还不肯原谅我们？顾董，怎么会呢？大小姐呀，很想你们。顾董，大小姐来电话了，我这就转接。大小姐，哎，您总算是接电话了，我们还以为你失踪了呢。叔叔，求求你，快救救我妈妈！你是谁啊？你妈妈是谁？我妈妈是顾婉婉，她现在被好多人围着，要打她。叔叔，你快来，救救我妈妈！好，你别急啊，我马上就到。
告诉你，你敢动我，林副总不会放过你的。各位听听，他要是晚星集团总裁，那我还是京城首富呢。我最后再给你一个机会，你跪还是不跪？我爸爸们从小就教育我，做人可以穷，但不能没有骨气。今天，不管我是一个普通的外卖员，还是一个背景深厚的总裁，我都不会跪。我顾婉婉上跪天地，下跪父母，唯独不会跪你这种卑鄙小人。你，对，我妈妈才不会跪呢。我已经给林叔叔打电话了，一会儿就把你们这些坏人都抓起来。小陈真棒。顾婉婉，你自己撒谎成性，你看看，把孩子教育成什么样子了？你简直就是无药可救。放心，我的孩子不会跟你姓。哦，好的，都死到临头了，嘴还那么硬。我这个人不喜欢强迫人，今天我就是要让你主动跪下道歉。我倒是要看看你命是不是和你的嘴一样硬。给我打！小陈，妈妈，小陈保护你！住手！住手！小姐，拿来，放手！出去！那个小少爷怎么样？有没有伤到哪里？没事。大小姐，竟然真的有孩子了！林副总，您可算来了。我正严格按照您的要求，好好惩治冒充顾总的人。哼，冒充顾总是谁呀？就是他，不但冒充顾总，还弄坏了顾总最重要的礼物劳力轮式。最可恨的是，他利用我的手机入侵总裁账号，差点酿成大祸。账号竟然真的是大小姐登录的，没想到我的谨慎反而害了大小姐。林副总，您放心，他就是一个小小的外卖员，我只要稍微动动手指就可以处理掉他。啊，您帮我记上一功。记上一功，这不是趁机跟顾总表忠心吗？表忠心，那我就让你知道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表忠心。林副总，你打我干什么呀？我做这些都是为了顾总。是啊，林副总，这女人满嘴谎言，还敢偷顾总的礼物，我们全都可以作证啊。要打也应该打顾婉婉呀，她才是做尽一切坏事的人。你们又是谁啊？林副总，你好，我是许衍科技的许之衍，这两位呢是我的妹妹和我的母亲。顾婉婉是我的前妻，不过您放心，我们俩已经没有任何的瓜葛了。我坚决的拥护您和顾总。大小姐就是为了这种男人，受了5年的苦。林副总，您看，这个是我们刚刚签字盖章的离婚协议，现在他和我们许家没有任何关系了。离了，离得好，离得好。你也觉得？你要是不离呀，我也会按着你的头让你离的。就凭你，也配娶她？林副总，您不打该打的，打我们这些好人做什么呀？好人，一群愚蠢至极的蠢货！你们可知道他是谁吗？他就是一个送外卖的骗子呀！就是啊，林副总，他这种穷酸相能是什么有身份的人啊？是，他是送外卖，但他也是拜你所赐。要不是你连老婆孩子都养不起，他怎么会受这样的苦？不是，这……哎，我明白了，林副总，你肯定是被顾婉婉编造的故事给骗了，怪不得他说认识你，原来是他提前找机会在你那儿卖过惨。对对对，林副总，您不知道，他之前嫁到我们家5年，天天说自己是什么千金大小姐。哎呀，我告诉你啊，那都是假的。是啊，我这个前妻啊，她满口谎话，你可千万别被她给骗了。假的。他就是一个无父无母、来路不明的孤儿，在这里招摇撞骗呢。林副总，您看看这个顾婉婉，简直是无法无天，他连您都敢骗。今天我就好好替你加倍的惩罚他，反正他无依无靠，看谁能帮他。住手！无靠！
我看你们谁敢再动他一下！你们知不知道，他也曾是别人家里捧在手掌心，都怕化了的珍宝。云芝啊，你放心，我肯定会照顾好咱们的孩子。行了，郭检元，我告诉你，云芝当年跟了你，我们哥俩认了，不跟你争。但是婉婉不一样，从今以后啊，婉婉跟我叫二爸，周末必须跟我。婉婉又被你小子给抢先了，那我就是三爸啦。老苏啊，他做饭难吃，以后你的营养健康全都由我负责，保证你健健康康茁壮成长。等，她是我女儿哎，你们想要不会自己生吗？云芝的女儿就是我的女儿，对。我这，来，这样，二爸的钱以后都给你啊。我给你的同心锁也准备好了，还有疫苗、体检、保险，保证你健康又漂亮。她是我女儿，我女儿。我女儿，哎呦，宝贝儿，妈妈，哎呦，爸爸，哎呦，爸爸亲亲吧，我是爸爸，爸爸不好意思，我是爸爸。大小姐可是3位老总挚爱之人留下的唯一骨肉，是3人倾尽一生守护的珍宝，如今竟被这些人肆意践踏。林副总，您是不是搞错了呀？这真正的珍宝在这儿啊，她可是京城来的大小姐，小雪啊，你赶紧跟林总说一下啊！今天能用上这个总统大厅，全是你的面子呀！说什么？靠他的面子？你说是他啊？之言，我说的话你都忘了，要低调。林副总都来了，还低调什么呀？林副总，这位是京城的苏家大小姐，今天啊，这个升级了的总统大厅，就是您卖的她的面子呀！简直是胡说八道！他还真是会自我脑补啊！你算什么东西？也配我林峰给你行方便？什么？不是小雪的面子吗？这，林副总，您早上给我打过电话呀，说这次升级的总统大厅是因为我沾了妻子的光，怕是您忘了吧？是，我收购江城饭店，将这总统大厅免费给你用，那都是因为你的妻子。我就说嘛，但你好像是忘记了，谁才是你真正的妻子？真正的妻子？哦，我要给小雪求婚的事，众人皆知。今天的这个总统升级啊，就是看在小雪的面子上吧。只是求婚就能成为你许之言的妻子吗？那当然，先是和顾婉婉离婚，她就是一个送外卖的，送外卖的怎么能配得上我名正言顺的妻子呀？林副总，我明白了，您一定是觉得我没有给小雪一个名分。您放心，现在已经跟顾婉婉离婚了，一会儿啊，我们俩就去领证，我让她成为我真正的妻子。哎，您别着急啊，顾婉婉冒充总裁的事情，包括她骗您，我一会儿就让她下跪跟您道歉。许之言，你无耻至极！你以为把跟小三求婚的事情闹得人尽皆知以后，有谁还会愿意跟你合作吗？人品决定诚信。你，一个能把自己结发妻子如此贱的过河拆桥的人，谁还会愿意相信你生意场上的承诺？怎么就这样？说什么呢？拆桥同攀高枝啊！反击妻子，做生意肯定不会顺。拆桥？不是，诸位，小雪才是我的妻子，顾婉婉才是那个小三儿。贱人，你竟敢污蔑我！你住手！一群蠢货！现在你们都不明白，他顾婉婉才是让你沾光，让我亲自打电话通知你，给你升级总统大厅的唯一原因。什么？不可能！他就是一个送外卖的，他哪来这么多钱给我弄一个总统大厅啊？林副总，
一定是您记错了。就是，她一个家庭主妇，要是真有这钱，早干什么去了？却鼠目寸光的家伙，他顾婉婉就是晚星集团的总裁。什么？不，胡说，不可能！这总统大厅被收购的江城饭店，还有被你亲手摔坏的劳力轮式手表，都是他亲手为你准备的生日礼物。他就是一个送外卖的，怎么可能会是顾总啊？不是，林副总，你一定是骗我的，对不对？就因为一身外卖服，你们就认定一个人的全部？顾总凭自己的本事堂堂正正的赚钱，比你们这些花他赚来的钱反过来却嫌他脏的人强上100倍、1000倍。顾总，这些人您打算怎么处置？王德海趋炎附势，动用私刑，即刻起废除他第3大股东的资格，废除他的一切职务，同时让总部对他提起诉讼，赔偿一切损失。好。顾总，是我有眼无珠，是我猪油蒙了心。顾总，我还有一个5岁的儿子，他不能有一个坐牢的父亲啊！这我毁了他一生。顾总，那你更应该给你孩子做个榜样了，让他知道人应该为自己做的事情负责任。带走。顾总，你给我个机会，顾总，走，顾总，走，求求您饶了我吧，顾总。婉婉，不，顾总，刚才那些都是误会，你还是我们许家的好儿媳。小陈还是我们许家的亲孙子。顾总，你不为了自己，也得为孩子着想啊！孩子不能没有爸爸，不能没有完整的家呀。是啊，嫂子，千错万错都是我们的错。哎，以后我们一定把你当菩萨供着，你还是我们许家的福星。现在想起来是误会，刚才口口声声骂我，要把我和小陈赶出家门的时候，可曾有1秒考虑过小陈的感受？我不要爸爸和奶奶，我只要妈妈。他们都是欺负妈妈的坏人。林副总，请许家人出去，这里不欢迎他。哎，儿子，你快把协议撕了，妈，跟婉婉复合呀！妈，你别求他了，离都离了，我呀绝对不会反悔的，因为我爱的是小雪。更何况，我们家小雪可是真正的名门千金，她背后站着的是3大家族，论背景，论实力，可不比你差。志言，等等，对呀，嫂子，您身后可是有京城3大家族的，晚星集团再厉害，只不过是个公司，怎么比得上根深蒂固的财阀势力？对，顾婉婉，你没有资格赶我们走。 3大家族。刚才苏若雪还说和晚星集团是故交，这总统大厅也是他定的。一个满口谎话，连身份和功劳都要冒领的人，他说的话，你们也敢信？不行，要是现在暴露了，之前的一切都白费了。就算他是顾总，也不一定会知道3大家族的内幕，肯定发现不了我的真实身份。小雪，你之前确实说过。志言，我是说过和晚星集团是故交，但是晚星集团那么大，员工那么多，我又没说我刚好认识林副总和顾总。顾总，我承认我是小看了你的身份，但是升级大厅这件事，我也吩咐身边的人去做了，只是被你抢先了一步，这才造成了误会。我就说，小雪怎么会撒谎呢？之言，升级大厅这礼物被抢先了，但我准备的礼物可不止这一件。我让我的爸爸们准备了厚礼，那些才是能代表我身份和地位的东西。小雪，谢谢你啊，我就知道你永远不会让我失望的。
还好我让人提前准备了礼物，这下许家人只会更加确信我的身份。顾婉婉，就算你是晚星集团的总裁又如何？你们不过是个公司，而我背后倚仗的可是权势滔天的3大家族。没错，只要让小雪背后的3大家族联手围剿你的晚星集团，任凭你钱再多，也只能落下一个破产滚蛋的下场。破产？我倒不知道京城有谁有本事让我顾婉婉破产。顾婉婉，你不就是钱多了点吗？你以为你真的无敌了？等我的礼物到了，你就知道你刚才说的话有多么愚蠢。京城的水深着呢，可不是你这个暴发户能想象的。贺礼到！金条50根，江城商业中心江城大厦一栋，来自京城顾氏集团，价值上亿独家订单1份，1000万级限量跑车3辆，100万级顶级名表5只。天哪！宋代官窑青花瓷瓶1件，这也太阔绰了吧！是啊，由华国研究院研发，价值上亿的万能特效药3支。哇！长白山野山参1支。国医大师亲手调配，价值800万，延年益寿药酒1瓶。这都是送给许知远先生的生日贺礼。哇，这送的也太高级了！金条大厦上亿订单，这排场真是闻所未闻哎！这个跑车，这个金表，绝对是京城大富豪啊！还有研究院的生物药剂，有价无市，那可是能救命的药。请问这些礼物是谁送的？这对身着黑色西装的代表京城顾氏集团，这些美女代表京城苏氏集团，而这些学者则代表京城沈氏集团。没想到爸爸们竟然能给我做到这些。好，来，把这些礼品都放在桌子上吧。这5年我任性离家，他们非但没有怪我，还愿意拿出最好的东西来祝福我。他们对你的爱从未改变，要不是怕你被有心之人绑架利用，他们早就昭告天下寻找你的下落了，又怎么会一找就是5年呢？那我的爸爸们，他们现在在哪里啊？他们早就下飞机了，应该马上就到了。妈妈，这些闪闪亮亮的东西是你准备的吗？不是我，是你的姥爷。当然不是你的礼物了，这些是小雪父亲准备的。他父亲这跟苏若雪有什么关系？这是我的礼物吗？明明只是雇人假借3大家族的名头，随便送点礼物撑场面，他们怎么敢送这么大的礼物？怎么没关系了？小雪刚说了，这些东西是他父亲准备的，而且刚刚那个负责人亲口说的3大家族，不是小雪，难道是你啊？就是少给自己脸上贴金了，这些东西你送得起吗？苏若雪，你说这是你的礼物吗？当然是我的。晚星集团再厉害，也不过是个白手起家的青年企业，怎么可能拿得出这些东西？就是小雪所属的层面，是你想够就能够得到的吗？她可是3大家族手心里捧的小公主。这些不动产、黄金、订单是我大爸送的，他是顾氏集团的董事长，也是全球金融大亨，比较务实，送的都是些实实在在的东西。这些跑车、名表、古董是我二爸送的，他是华语娱乐巨星，也是苏氏集团的董事长，他性格张扬，就喜欢送些光鲜亮丽、彰显身份的好东西。这些补药、特效药是我三爸送的，他呀是华国科学院院长，也是沈氏集团的董事长，他是学术派，不喜欢那些虚的，就关心我的身体，送的自然都是些延年益寿的宝贝。顾婉婉，你拿得出这些好东西来吗？怕是你见都没见过吧？这3大势力怕是都把他吓傻了吧？还好我作为苏家旁支，对3个老总有所了解，这下顾婉婉
总该害怕求饶了吧？你说他们3位是你苏柔雪的父亲，简直是一派胡言！哎呀，我这次送的金条、大楼，还有那份长期合同，都是实打实的利益。婉婉看了肯定会喜欢。哎呀，看你送的商业味重的都熏人。看看我送的跑车、名画、古董瓷器，哪一样拿出去不倍儿有面子？你们信不？那姓许的看见了，肯定得把咱婉婉当成财神爷、活菩萨一样的供去。钱呢固然重要，但是身体是革命的本钱。我送的特效药、药酒、100年野山参，那可是调理身体的极品，保证能让婉婉和在意的人，让他们健健康康活到99。俗，太俗。哎呀，5年了，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见婉婉了。哎，快走吧。走，真是有眼无珠。在真千金和冒牌货之间，你们精准的选择了冒牌货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意思是，我们顾婉婉小姐就是你们口中的京城小公主，就是你们口中的京城小公主。婉星集团虽然在商界小有名气，但跟3大家族根本没有任何瓜葛。顾婉婉不可能是那个小公主，何况小公主在京城被保护的严密，怎么可能嫁给许知远这种人？哎呦喂，听说过抢别人公司、抢别人老公的，还没听说过连人家的爸爸都要上赶着抢的呢。哎呀，林副总，怕是你被骗的昏头了吧？你要是真这么厉害，就把他们请过来，让我亲眼看一看婉星集团是怎么破产的。婉婉，你以为你是谁？区一个小总裁，能配得上让他们3个人亲自出面吗？是请不动，还是根本请不来啊？除掉你这种角色，还用得着我爸爸亲自来吗？真是可笑！我一个电话，他们就能在生意上处处针对你。老婆，赶紧给他们点颜色看看。爸爸，我是小雪。婉星集团那个顾婉婉，她不仅欺负我，还冒认咱们的关系，一定要帮我好好出口气，在生意上好好整整她。谢谢爸爸。听见了吗？你马上又会变成穷光蛋了。这婚果真是离得好，离得妙，我真是庆幸把这个扫把星赶出门。林副总，他们不是喜欢用商业手段攻击，喜欢让人分分钟破产吗？那我们也让他们看看真正的实力，立刻调动婉星集团所有能调动的资源，全力攻击徐衍科技。好，3分钟之内，我要看见徐衍科技宣布破产。3分钟之内，我要看见徐衍科技宣布破产。是。顾婉婉，装，继续装。你以为你现在说话还有什么威慑力吗？我有小许，还有他背后3个家族，我还怕你不成？不信，那我们就耐心等等看。3分钟，倒计时。3分钟，没准是你的婉星科技先倒闭了吧？顾婉婉，我劝你收手，否则立马沦陷的只会是你的婉星集团。林副总，我们的婉星集团有任何被攻击的消息吗？没有，集团正常，没有受到任何攻击。没有哦，我妈妈的公司很厉害。思柔雪，看来你说的话好像不太管用啊。你口中那么厉害的爸爸，好像没把你说的话当回事啊。你刚刚还说3分钟之内让之眼的公司破产呢，你以为开公司是过家家呀？简直荒谬！那我给你证明一下。3、2、1。婉婉，你还没演够啊！时间到。喂，什么？竟然是真的！你说到破产了，咱们赶紧撤股吧。徐总，徐衍科技破产了。
怎么可能啊！徐总，你到底是得罪了谁呀？我们所有的合作方全部单方面终止合同，银行催收贷款的电话被打爆了，股价瞬间崩盘跌停，公司账户也被冻结了。顾婉婉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我没干什么呀，就是照着苏柔雪教的，让你破产一下了。比如说找人撤销你的合作，深挖一些见不得光的违规操作。哎呀，都是现学现卖嘛。不是，你爸爸们到底有没有施压晚星集团啊？小雪，你可不能不管直言啊！事到如今，我绝对不能露馅，一旦暴露，徐家不会饶我。顾婉婉更会置我于死地。顾婉婉，我要求你撤回所有决定，马上恢复和之眼科技所有合作，否则不要我的3个爸爸马上围剿你的晚星集团。就只动嘴啊？我好像没看到你的爸爸有任何实际行动啊。苏柔雪，你口口声声的身世、背景、权势、家族，都是用嘴说出来的。顾婉婉，我的3个爸爸日理万机，身份尊贵，你以为跟你这种闲人一样，随随便便可以请到吗？好，既然你们请不到，那我来请。你喝什么东西？还你来请？顾婉婉，你是不是脑子刷坏了，听不懂人话吗？顾婉婉，你嘴巴放干净点，我爸爸们身份尊贵，岂有你在这呼来喝去？你敢对我岳父不敬，今天啊，我不好好收拾你，这个事情还真没完了。你敢！大小姐，老总他们来了，还他妈装！我看谁敢动我女儿！我看谁敢动我女儿！王八蛋！我承认！欺负我女儿！气死你！婉婉，你有事没？他碰到你没有？哥，伤到哪了？我给你叫医疗队去。爸、2爸、3爸，我没事儿。小陈，这位是你大老爷，这位是你2老爷，这位是你3老爷。在这个世界上，除了妈妈之外，他们也是你的亲人。大老爷好，2老爷好，3老爷好。哎，乖，婉婉，这5年你连孩子都有了，我们到底错过了多少啊？他真的有3个爸爸？难道他说的落难千金的故事是真的？就算是真的，也不过是3个半截身子入土的老头子，和嫂子身后真正的势力比，有什么的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难道顾婉婉她真的是京城的小公主？哎，小雪，你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吗？嫂子，你没事吧？本尊到场，谎言说不下去了吧？是不是腿吓得都抖了？你胡说！小雪她怎么可能会说谎？从头到尾说谎的只有顾婉婉这个贱人。哎呀！你嘴巴放干净一点！你骂他1次，我就打你1次！你个老东西，你敢打我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是京城3大豪门未来的女婿。今天有一个算一个，都得死！之言，你别说了，求求你别说了。好男不隔女斗，我们走吧。你怕他们做什么呀？以你现在的地位，京城有哪个敢动得了你呀？哦，3大豪门，你说的该不会是京城的沈家、顾家、苏家吧？当然，这些都是小雪的爸爸们送来的贺礼。这排场，这手笔，你们送得起吗？他爸爸的贺礼，这明明是我们3兄弟精心挑选的，什么时候成这位小姐？苏伯伯，苏董，我错了，我不是故意冒充婉婉姐的，是他们逼我的。看在我是半个苏家人的份上，我求求你，饶过我1次吧。苏明德，原来是你苏家旁支搞的鬼啊！滚！8竿子打不着的旁支，你也来碰瓷我们苏家，冒充我苏明德的女儿，你他妈算什么东西？苏柔雪，他说话什么意思？你为什么
要求他？嫂子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还看不明白吗？他苏柔许从头到尾都是在骗你。顾婉婉小姐，她才是他们3位京城顾家、苏家、沈家唯一承认的宝贝女儿，真正的京城小公主。怎么可能？我们婉婉看上你，是你这辈子最大的福气。可惜呀，你亲手把这份福气推了出去。你天杀的骗子！你这个假千金，你把我们全家都害死了！你都怪你，都是你们逼我的！怎么可能撒这么大的谎？我要真的是小公主，怎么可能看上许知远这种男人？要不是你们许家人拜高踩低、爱慕虚荣，我怎么可能做出这些事情？都是你们害我！你这个贱人，明明是你误导了我们！老婆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是这个贱人，他勾引的我。程晨，你不能没有爸爸啊！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行吗？婉婉，女儿，他不值得。许知远，你也配？我不要爸爸，我有妈妈，大老爷、二老爷、三老爷。许知远，我们婉婉为了跟你在一起，隐藏了自己的身份，住出租屋、吃泡面，陪你创业。可你呢？你这无，但凡要是真心待他、爱他、护他，我们这3份偌大的家业都是你们夫妻跟孩子的。唉，可惜呀，有些人呢，只看到眼前的利益和所谓的背景，却把真正的宝当成了草。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许知远，现在一无所有的人是你，我已经把给你的一切都收了回来。以你的能力，这辈子也爬不上来。我告诉你，小陈以后跟我姓，我跟你再无瓜葛。哎呀，顾总，亲家，我们也是被骗了呀，饶了我们吧！嫂子，我知道错了。来人，带走。是。饶了我们吧，顾总！哎呀，顾总，饶了我们吧，顾总！至于你，我会把你们家送去非洲，好好的发展一下啊！苏董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我才是真正的苏家人。你宁可养着一个外姓人，也不肯看看我吗？闭嘴！就凭你，也配和我们婉婉比吗？啊！带走！走！哎呦，外孙！这老爷，这老爷，我的别动！我的，我的，我的亲外孙，我的亲孙子，我的。爸，二爸，三爸，是我不懂事儿，为了所谓的爱情放弃了亲情，我还能回家吗？婉婉，错了，咱改了就好。你永远是我们3个最宝贝的女儿。对，家里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，什么时候回来都不晚。欢迎回家，欢迎回家，欢迎回家。爸，我回来了。真好啊，回来真好。